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7月6號，今天是星期一，我們來學習新 HSK 第2集的詞彙。好，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那麼你也可以成為我的會員。成為我的會員可以得到新 HSK 的 script， 還有老師寫的原創小說，所以歡迎大家成為我的油管會員哦。好，歡迎 Alexander， 還有尼克的頭髮，佩霞 Sumanli， Another Richard， 你好，艾雲 Psycho， 你好，是我的會員呢，謝謝。好，還有誰呀？好，很多同學的名字我不會念，有的是韓文，有的可能是很特別的名字所以我不會念。你叫什麼名字去了 ？Baron 叫什麼名字去了？太久沒有上聊天課了，我都忘了你們的名字了。康浩嗎？你叫康浩是不是？好 ，Richard 叫康浩 ，OK。好 ，Mandarin 歡迎 Trejo， 你們的名字也太難念了吧？好，那我們來上課吧。今天我們來學習 Hello Charles， 何香何香宋平歡迎新 HSK 第2集的初級詞彙。好，我們今天要學習講還有講話。我們在之前學過了 Part 1， 今天是學習 Part 2 好，講話。Hamid Riza Hello 你好，應該是伊朗人對不對？你是伊朗來的朋友歡迎你。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好，講話。什麼叫講話呢？就是 speak a word 這個話 ，a word speak words 講話。Hello 裴靜，歡迎。春嬌嗎？歡迎。好，那一般來講講話的意思就是說話，講話跟說話的意思差不多。那一般來講，比如說有些地方是不可以講話的，比如說圖書館不可以講話，要保持安靜，對不對？如果你要講話，你要很小聲的講話。我們中文有一個成語叫輕聲細語。輕聲細語，在一些公共場所說話要輕聲細語，說話要小聲，不要打擾到別人Hello 慧君，好，還有呢，上課的時候。在課堂上也要保持安靜，我們要輕聲細語，盡量不要說話好 ，OK。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例句。上課請保持安靜，不要講話。你也可以說不要說話，也可以好，講話就是說話的意思有人說很想老師你好，Hello 蘭墨，雅玲。好，上課這裡你可以加個時like when in class 上課時。好，不加時也沒有關係上課請保持安靜。好，這是一個很常用的搭配，就是 keep quiet 保持安靜， keep silent 好，保持安靜很棒的詞彙，保持安靜。你可以這樣噓，不要講話，噓，不要說話，保持安靜，老師還記得我嗎？我真的忘了耶。Hello 白蘭，我記得你。好 OK， 上課請保持安靜，不要說話。但是如果你想要更直接一點你可以說閉嘴那是一個有一點太直接了，就像英文的 shut up 那種感覺闭嘴这是一個比較
嚴厲的、比較直接的一個表達，盡量的不要去用它，因為你使用的時候，一般你是在罵小孩的時候，或在罵學生的時候，你才會說 shut up 閉嘴閉嘴啊，一般的時候不會用的啊。我是 Cosell 我真的也忘記 Cosell 是誰了慘了，不好意思啊，老師的記憶力衰退中。對，很好。艾雲說，在考場也不可以說話，考試的時候不可以說話哦，不然有作弊的嫌疑哦，可能老師會覺得你在作弊，所以在考試的時候也不可以說話哦，不然可能有作弊的嫌疑，老師可能覺得你在作弊哦，所以我們要保持安靜啊。好，我們往下看。我們有2個很常老人痴呆，對，這個 dementia。好，我們有2個很棒的表達，第一個叫好講話，好講話；第二個叫做很難講 ，very hard to say， 很難講。哦，好講話呢是形容一個人你跟他要求什麼，他都說好。中文裡面呢有一個詞彙叫好好先生 Mr. Yes， 好好先生通常如果你是一位好好先生，那麼你是一個很好講話的人，別人有什麼要求，有什麼請求，你都會說好好，沒問題沒問題，好的好的，這個叫好好先生。一般來講，好好先生是一種討好型人格，他想討好每一個人，他希望每一個人都感覺到很開心，討好型人格所以一般來講，如果有人說你是好好先生，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詞彙，通常指的是你這個人沒有主見，你太喜歡討好別人了。好好先生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詞彙，我覺得我們有時候要學會拒絕有時候我們要學會拒絕如果你不會拒絕別人的話，有時候你會很痛苦，別人說什麼你都答應別人好 OK，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個好講話的人別人說什麼你都說好，我覺得有一點太過頭了，也不好你可以說湯姆很好講話，你跟他要求什麼他都說好他很好講話好不過呢，好好先生是有一點點貶義的，好講話不是貶義詞，好講話不是貶義詞好講話算是指這個人的個性很隨和所以我覺得好好先生是有一點貶義的詞彙，但是好講話我覺得不是貶義詞，好講話不是貶義詞好，另外一個叫很難講，就是你沒有辦法判斷如果你說這件事很難講，你沒有辦法判斷這件事情會怎麼發展，會怎麼發生他會不會跟比如說他們2個會不會分手這件事很難講，表示你也不清楚，你也不曉得他們會不會分手。According to your judgment, you don't know， 你不曉得所以很難講表示你不確定這件事情會怎麼發展好 OK， 好，這2個都是口語中很常用的詞彙很常用的表達，大家可以把它記起來好，喬娜會不會答應他的請求？好，注意答應好，這是很常用的詞彙，高頻詞好，答應就是 promise say yes 叫答應。他的求婚 proposal， 求婚就是男生跟女生說嫁給我吧 marry me， 嫁給我吧，求婚 proposal好，求婚。那
如果各位同學你要用求婚當做動詞的話，你要說向誰誰誰求婚，湯姆向瑪麗求婚，一定要用向誰誰誰求婚，千萬不要說求婚瑪麗，湯姆求婚瑪麗是錯的，你要說湯姆向瑪麗求婚Tom popped the question Tom popped the question to Mary 你要這樣說，向瑪麗求婚好，還很難講，答對了，你們都答對了喬娜會不會答應他的求婚還很難講，就是你也不曉得，可能會，可能不會 Inshallah 就像你們常常說的 Inshallah Maybe God knows but I don't know Inshallah 很難講，很難講好 OK 好，就是你不曉得會還是不會，你也不曉得這個叫很難講。好，這裡一定要加很還很難講。這裡我們難講通常會加上一個很，所以這題一定要加很。你要說還很難講，對，天曉得還很難講，一定要加很這個詞彙通常都會加一個 very 很。好，喬娜會不會答應他的求婚還很難講，要加很一定要加很好 OK 我們再看下一題。老闆有問題可以直接跟他說，有問題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可以 You can 直接 directly 你可以直接跟他說。好，接受不是答應的意思接受是 accept 答應是 say yes say yes 不一樣好，老闆 the boss 有問題可以直接跟他說你也可以說直接跟他講也可以好，老闆怎麼樣對，穆斯林會說 Inshallah 對不對？ God knows I don't know God knows 老闆很好講話，這裡呢我也建議大家加上一個很，一般來說這兩個詞彙都會加上很記得加上很好不好？所以你要說老闆很好講話。如果你說老闆好講話，聽起來有一點點奇怪，所以請你們在這兩個詞彙前面都加上一個很都加上一個很。老闆很好講話，有問題可以直接跟他說，老闆都會說好。什麼意思呢？老闆很好講話，就是你跟老闆說什麼問題，他都會幫你解決，他都會答應你，這個叫很好講話。這個人很好講話，理查老師很好講話，你跟他要求什麼，他都不會拒絕，他都會說好，這個叫很好講話。好的，我們來看下面廣告時間，請幫老師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每個月$2，請老師喝咖啡，成為我的 YouTube 會員。好，那麼大家如果覺得老師的課不錯，可以支持老師成為我的會員好，那如果你不想成為我的會員，也可以多多留言对，老闆是個很善良的人他會幫你解決問題。老闆很好講話好，你們是不是一個好講話的人？別人說什麼你都說好，你都願意幫別人解決問題，你們是好講話的人嗎？我覺得我是一個好講話的人，我是一個很好講話的人，我覺得，但是我不是一個好好先生我覺得好好先生是沒有主見的人，沒有想法的人，別人說什麼他都會說好，這種人我覺得女生不一定喜歡這種人，因為女生會覺得這種男人沒有魄力沒有主見，沒有勇氣拒絕別人所以好好先生不一定是個好人
很難講話的人是不是嘴硬？他很難講。不是，我們說我們沒有很難講話這樣的詞彙耶，蘭墨。中文沒有說他很難講話，你可以說他很難溝通，very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他很難溝通。我們比較少說他很難講話，沒有這個詞彙，沒有這個表達。破例，對，破例啊，隨性。我覺得他很好講話的人是沒有魄力的人，沒有主見，沒有魄力的人。老師是不是一個好講話的人 ？Sort of， 有一點吧。但是我不是個好先生。好，我們來看下面這3個搭配，非常重要的搭配，請大家把這3個詞彙記起來，好不好？在這裡的講就不是說的意思了，在這裡的講是強調，或者是重視的意思，重視。好，有沒有人幫我打一下重視？這裡的講是重視的意思 ，pay attention。emphasize， 重視的意思，所以這裡的講的意思不一樣了，不是說，是重視的意思。好的，所以講信用，信用就是 credit， 所以呢，講信用就是重視信用的人，重視信用的人。謝謝 Simon， 太棒了，你跟我認識的 Simon 是不一樣的人，對不對？我認識一個意大利的 Simon， 但是你感覺是澳大利亞的 Simon。好，如果你是一個講信用的人，那麼你很守信。你是 keep your promise， 你是一個講信用的人 ，trustworthy。那我覺得做生意，如果你是一個生意人 businessman， 那麼你要講信用。澳洲人，好，謝謝你。好，你是一個講信用的人嗎？你通常會信守承諾 ，keep your promise。如果你會信守承諾，那麼你就是一個講信用的人，對，守信的人。好，各位同學，我剛剛說了很多這種詞彙，守信、信守承諾、講信用，這些意思都是 trustworthy, keep your promise。好，第二個詞彙叫講道理。如果你是一個講道理的人，講理的人，你也可以說講理或講道理都可以。講理、講道理一樣的意思，就是你是個 reasonable 的人。你是一個 logic。如果你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你不會很任性，你不會就是講道理的人是有邏輯的。你跟他講話，他不會隨便亂講話，他不會隨便講話，他會跟你講道理，reasonable person。所以我們通常喜歡跟一個講理的人溝通。有的人不講道理，你很難跟他溝通，他講話沒有邏輯，他想講什麼就講什麼，他很任性。講理，我們都希望跟講理的人溝通。好，講理。林子今天寄給我禮物，好，謝謝林子。林子你對，因為台風要來了所以可能你要提早回日本，對不對何香，謝謝你加入我的會員何香，謝謝任性，性 Mandarin 任性like at will。好，講效率。好，一般來講講效率是用在工作上面，用在工作我們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時候要講效率，不要在工作的時候偷懶。效率越好，那麼你的生產力就越高。所以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講效率，這裡的講就是重視的意思，重視效率所以工作的時候我們要講效率講效率。
好，对，任性哦，答对了。好，我們來看這一題，明明是你的錯，任性哦，田娟，看一下 Mandarin 打的字哦，你不要這麼不講道理。好，其實我們用講理更常用，你不要這麼不講理 ，be reasonable。OK， be reasonable， 你不要這麼不講理。好，很多同學看到不，又看到一個不，老師到底什麼意思呢？中文有一個詞彙叫負負得正，所以第一個不加上第二個不 ，two negatives equals to one positive， 這個中文叫負負得正啊，其實就是你要講理，不等於要，所以你要講道理啊，你不要這麼不講理的意思就是你要講理 ，be reasonable，OK？ 聽得懂嗎？如果你在中文的句子裡面看到了兩個不，那其實是肯定的意思。Two negatives equals to one positive sentence, right？ 啊，所以這個叫負負得正啊。你不要這麼不講理，老師什麼意思？兩個不等於要的意思，所以你要講理，你要講道理的意思哦。好，希望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遇到中文句子裡有兩個不的時候，該怎麼理解這個句子。如果中文裡有兩個不，那就等於是肯定的句子啊，肯定的意思哦。好。任性不是 stubborn， 也不是 strong will。任性就是你想做什麼你就做什麼。You want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You want to say whatever you want to say. 這個叫任性。任性。好。對，負負得正嘛。所以你看，一個負，兩個負等於正。兩個不就是肯定的意思了。好。希望這個可以幫助你們了解中文句子裡如果有兩個不，其實它就是肯定的意思啊。好，明明就是 clearly 清楚，很清楚的，很明顯的 obviously。好，誰幫我打一下這個詞？明顯就是英文的 obvious 啊，明顯。所以明明是你的錯，你也可以說很明顯的，這是你的錯，很明顯的。這是你的錯 It's clear to see that this is your mistake。 明明是你的錯，這個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表達，你可以把它記起來。明明是你的錯，很明顯的，這是你的錯 It is clear, it is obvious 對，明顯，很棒。你不得不講道理不行，你不得不講道理是 you have to，不得不是必須的意思 You have to be reasonable， 這個語氣有一點不一樣哦。好 OK， 我們來看下一題。他一直很从不食言。哇，這裡老師，這真的是 HSK 2的2的句子嗎？這個就很難了。好，他一直always， 從不 never， OK， 從不就是從來不，從來不這題的答案是什麼？他一直很從不食言，食就是吃的意思，食言，吃你的話 ，eat your words， 什麼意思？食言就是不守承諾，不遵守你的承諾 ，not follow your words 就是食言，很常用，請記起來就是你沒有信守承諾好，這個叫食言，很常用哦，記起來 ，eat your words 好 ，never break his words 叫做食言 ，never 從不好。他一直很講信用，從不食言。他一直很講信用 ，keep his promise。
好的，所以各位同學，這裡有很多很棒的表達，請你把它記起來。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學過食言？哇，非常地道的一個表達哦。他一直很講信用，從不食言。好，你們是一個講信用的人嗎？你們是不是從不食言呢？哦，好，我們來看最後一題。他做事很什麼？從不拖延。好，當然，這題的答案不一定是用在工作上面，也可以用在你的你做事的態度上面哦。有時候你在生活裡，你做事的態度是很積極的，你希望事情趕快完成，你不想要拖延 ，procrastinate 拖延。好，這個是很棒的字，拖延哦。我覺得很多人很喜歡拖延哦，所以我們中文有一個拖延症、拖延病也可以啊，拖延病就是 procrastination illness， 中文會這樣說，你有拖延症啊，就是你很喜歡拖，你做什麼事情呢？明天再做吧，哎呀，下禮拜再做吧。真的，你有拖延症耶，你有拖延症理查老師沒有拖延症，今天該做的事情，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不然我會睡不着那你是不是一個有拖延症的人呢？希望你不要拖延。失言的意思是另外一個意思艾雲，失言是你說錯話了。好，艾雲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食言不是失言呢？失言是你說錯話，特別指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公眾人物說錯話了叫失言，意思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好，各位同學，你做事很講效率嗎？你做事很講效率嗎？You emphasize efficiency。好，講效率就是你重視效率，你是不是一個講效率的人？如果你是，那麼你就沒有拖延症。理查老師很講效率，我希望事情趕快完成。我年輕的时候有拖延症，很嚴重的拖延症。但是呢，我這幾年很努力的讓自己沒有拖延症然後我現在呢做事情很講效率好，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夠成為一位講信用的人、講理的人、講效率的人好 OK， 然後不要有拖延症，有的人的拖延症真的很嚴重那麼他就很難成功。特別你們在學習中文的時候每天比如說你希望自己能夠背10個單詞，那你要講效率，一定要完成，不要拖延不然你學中文就沒有效率，對不对？蘭莫說我現在有拖延症你現在有拖延症理查老師的教學法很講效率一般是人很講效率人很講效率好的，各位同學，希望你們今天雖然是 HSK 第2集的詞彙，但是光一個講這個字就有非常多很地道、很重要、很常用的搭配跟詞語，所以希望你們能夠把這些詞語記起來都是母語者說話的時候常用的。Hello， 喬瑪，他故意拖延時間。艾雲這個句子非常地道，非常地道的句子好，那麼我們就明天見吧。喬瑪，你來的時候我的課剛好結束了，你是故意的，對不對？好，我們明天再見，拜拜。